印度媒体此前报道称，中印两国将于28号至29号完成在争议边界地区的军事脱离接触，并强调此举是两国改善外交关系的重要一步。中国外交部30号证实，双方一线部队正有序推进落实工作。历经4年数十轮军事外交谈判，中印就边界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具体是如何实现的？为何印度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背后都有哪些因素？来看详细分析。在3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在回答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提问时，介绍了中印实控线沿线的军事脱离接触进程最新情况。不久前，中印双方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目前双方的一线部队正在有序地推进落实工作。在中印元首23号喀山会晤前，印度外长苏杰生首先对外宣布，中印两国已就边境地区有关问题达成协议，两军在随后的1周时间内陆续完成军事脱离接触。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称，脱离接触期间，两军通过实地和空中核查的方式，交叉互查双方军事人员和基础设施撤离情况。近日，印度披露，两国一线部队指挥官每天早上通电话讨论当天的行动，同时双方每天在指定地点举行1到2次会谈。印度陆军参谋长乌彭德拉·德维韦迪称，一旦我们能够见面，我们就会相互说服和保证，我们不会进入已经建立的缓冲区，这样的话就可重建信任。印媒预计，完成脱离接触后，两军将在今年10月底至11月初举行的排灯节前恢复拉达克地区2个摩擦点的巡逻。Patrolling schedules will be worked upon once again, the frequency of patrols, the coordinated patrols, and what would be the timings and the ratio of these patrols will also all be worked upon by the Indian Army as well as the PLA. And very soon, in next 2 days, supposedly, the first patrol will start. And this will be a very good news.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蓝建学认为，解决中印在边境地区的巡逻问题，不影响各自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在这个过程中，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从来没有变过。2020年至2021年，印度媒体经常提到，虽然中印之间发生了边境对峙，但印度方面乐观地认为，不久后双方就会脱离接触。这背后是印方误认为中方会让步，但随着解放军始终坚守在中印边境前线，逐渐印度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也指出，中方打破了印方对于我们会对领土边界问题退让的幻想，等于是我们重新塑造了中印两军在边境互动的规则，这是中印谈判得以推进下去的基础。过去4年间，中印就边境问题进行了多轮军事和外交磋商。2020年以来，两国通过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以及中印军长级会谈这2个谈判机制，分别举行了20次左右的会议，几乎是每2个月就谈一次。实际上是这个88年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啊，中印呢基本上就边境问题和双边关系那么达成了一定的一个共识，我们要把边境问题放在双边关系的一个适当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过去几年呢，印度呢它非常的一个纠结，它就是要把边界问题作为一个前提，作为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前提。那么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双方的一个脱离接触，也表明了印度它也是调整了它之前过去几年这种比较固执的一个想法。印媒普遍以谨慎乐观的态度报道这一新闻，称脱离接触是双边关系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同时认为两国关系想要全面恢复企稳向好，还需要更多里程碑。苏杰生此前也公开表示，中印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双边关系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在经过4年的对峙以后，两国如何建立互信，不仅是个重大挑战，而且需要的时间只多不少。观察指，苏杰生这番表态其实也代表了莫迪政府内一部分对华强硬派的真实心声。实际上，关于中印边境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消息，虽然外媒最早引用的是苏杰生的说法，但实际上在他之前，印度方面已经由外交秘书米斯里出面宣布了，说明他才是中印相关谈判的主要执行者。
今年7月，莫迪提拔米斯里为印度外交秘书。米斯里还有个中文名唐永胜，他曾于2018年至2021年担任印度驻华大使，被认为是印度政府中的知华派。而此次任命也被视为莫迪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发出的清晰信号。在印度外交系统中，外交秘书与外交部长级别基本相当，是个不折不扣的实权人物。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唐永胜在中印一系列外交接触及最终达成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唐永胜本人呢，那么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外交官。那么比如说他曾经给3位总理，就是古吉拉尔、曼莫罕辛格和莫迪3位总理都担任过私人秘书，但同时也担任过驻华大使。从驻华大使任内回国呢，又担任过副国家安全顾问，所以他的一个经验应该非常的丰富。也相信呢，他能够从大局更高的一个战略高度和更长的一个战略视野来处理好双边关系。事实上，印度政府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具有以下几重原因。首先是印度国内发展经济的需要。尽管莫迪于今年6月开启了他的第3个总理任期，但民众因感受不到经济增长而几乎扩大对外贸易。7月下旬，印度发布名为《经济展望》的指导文件，其中提到应该扩大接受中国投资。如果想振兴制造业、吸引投资，印度就必须进入中国的供应链等。9月初，苏杰生也表示将放宽对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限制。事实上，中印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互补性。2023年至2024年，中国再度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10月30号，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在印主流英文报纸《印度快报》发表题为《中国增长、印度机遇》的署名文章，详细介绍中国经济情况。徐飞鸿写道：“中印彼此成就将会创造巨大发展红利和战略机遇。”外界认为这也释放了中方愿同印方推动经贸发展的积极信号。另一方面，则是印度对于美国关系的重新思考。2007年，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成立，印度本希望借美国实现其大国雄心，但逐渐发现从美国那里能获得的战略利益是十分有限的。想做棋手的印度，实际上只是美国恶华的棋子。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拒绝配合西方制裁，继续购买俄罗斯能源，也没有再积极地参与4方安全对话机制。而美国对印度参与的信心也出现了一定动摇，于是找上了菲律宾，又搞了一个美日澳菲安全合作机制。印度学者维杰普拉沙德指出，莫迪政府已经不再配合美国挑衅中国，印度的外交政策正在发生重要转变，越来越开始理解中国扮演的角色。普拉沙德认为，印度应该加深与中国的合作，这也有利于推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印度它也越来越认识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在印度它要实现它的一个印度梦，实现它的一个印度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么维持一个对华关系的一个稳定健康，那么是对它是非常重要的。